嗨，大家好！今天呢，再次出来适应性的骑行。刚刚我把车骑出来下了一个台阶没看到那个台阶比较大，结果呢一下就冲了下去幸好这个单车的闸不错，导致没有出现翻车的状态但是呢，把这个车把突然就向前面歪了一点就感觉手抓这个刹车很不带劲，算是今天的出师不利刚刚去到一家电动车商店，问他借了一个工具一种无脚的特殊的螺丝批，结果呢就把它重新引回到了原先的正常的位置上所以呢耽误了点时间。现在呢骑行在都市路上就随意的向南面骑一骑吧，全当锻炼一下身体。虽然右侧都市路这边呢也建了成片的商业街，也有很多的店铺但是呢多少年来都是不温不火，总有一种乡村经济的景象也可能是跟这个位置有点偏有关系。尤其呢最近经济不景，大家呢对于这个花钱都非常的小心。那投资商店的这些投资人呢，相信也是日益谨慎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商店都是关门的状态，或者打出一个重新装修，其实我就觉得是歇业的一种状态。
真没想到啊，这个右侧马路商店街啊，在这条都市路上连绵不绝啊。看来呢，不知不觉当中啊，过了很多年，这边呢也变成了一片居民区，和大家的普通的生活啊紧密相关了啊。马路左侧的一个以前的商业中心啊，看来已经是彻底关门状态了。那个应该以前是乐购吧，一家台湾的大超市。今天我出门啊，有些失算啊，我就想当然的背了一个双肩包，还装了好几瓶水。结果呢，我现在背在身上啊，骑着觉得还是很重啊，完全没有那个车前包那个菜篮子来的实用啊，完全呢就不用背负任何的重量，而且呢，这个菜篮子放在前面啊，好像也不会增加骑行的重量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设计。马路的左侧呢有一个万达广场啊，看来还蛮兴旺，所以就把刚刚的那个小的商业中心呢完全取而代之了。前面呢就是专兴东路了啊，边上呢有砖桥的一个中学，也有这边的一些文体设施啊。到了这边呢，我总想往里面去骑一下。这边呢，这个学校大操场啊，非常不错啊。但今天呢是礼拜天，所以并没有学生在这边活动啊。
就这个学校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它这个校园里面啊，有很多的那些自留地啊，种了不少的农作物、瓜果、蔬菜之类啊，你看都长得非常的茂盛。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砖桥镇的旁边啊。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一游呢？就是因为昨天呢，我在上海啊骑呼闵路的时候，见到了一条老呼闵路呢，来跟大家交流了一下啊。就说在砖桥这边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历史的遗迹，其实呢就是一个介绍啊砖桥历史文化的一个长廊。所以这边呢，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呢，建了呼闵路，然后呢，就有了在呼闵路上面的公交车啊。这个地方呢有这么一个介绍，我以前因为看见过，但是呢，现在这个看到资料呢更为详尽，说是在1921年，一个隐退的军政界的首脑啊，叫李英石。1933年就去世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是本地人。他当时呢，为了抵御英国人在租界那边的筑路啊，也为了促进本地的发展呢，就联合了上海众多知名人士，就以民间资本建设一条商用公路。终于呢，在1923年元旦举行了呼闵长途汽车线通车的典礼。也推进了沿途各地现代化的一个进程。所以这个地方呢，以前就是砖桥汽车站的一个旧址。所以大家看看啊，这边还有一个老照片。当时呢，就是这样的公路呢，其实都是一些土路啊，跟现在那种平整的柏油马路呢是没得比。但是可以想象啊，汽车给当地呢肯定带来了很多的促进。带来了当地的一个发展，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记忆啊。现在呢，呼闵路边上这里成了一个小花园，做得非常不错。你看这边有一个呼闵南拓长途汽车的一个模型啊，大概当年的公共汽车就长得这个样子啊。像一个吉普车。而
而这个呢，就是1922年沪闽公路路线示意图啊，从上海市南市黄家爵路一直下来到闵行，经过呢很多的地方啊，比方说漕河泾啊、砖桥啊，还有在南面的北桥等等啊，一直到闵行。所以这是上海本地乡绅、本地的资本集资兴建的一条跑公共汽车的马路啊，到现在呢刚刚好100年啊。你看马路对面呢就有老沪闽路啊这样的字样，和现在新开的沪闽路呢又交叉又并行啊，挺有意思的一段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条桥呢叫横津桥啊，但是呢是老沪闽路上面的一座桥。那想必呢这条河就是横津了。还是一条蛮开阔的河流啊。好，那我就顺着这条老沪闽路呢，稍微骑行一段啊。相信也只能骑一段，因为呢，老沪闽路啊被截成了一段又一段。前方呢，应该就是一个社区啊，拦住了去路，截断了这条老沪闽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操场那个学校呢，就是砖桥中学啊，想必是砖桥最好的一个学校了。这里呢，现在也变成了应急避难的场所啊，一般这种空旷地方，学校都会有这样的功能。而边上呢，就是一些社区，掩隐在绿荫丛中啊，感觉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社区。老沪闽路呢，到这边就结束了，因为正对着呢就是一个大社区了。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啊，刚刚我们走过的万达广场，那边呢就是都市路啊。这条小河的名字呢又不同了，叫六耒塘。不管是塘还是津还是帮啊，都是河流的意思。所以这条桥呢叫六耒塘桥。对面呢就是一个社区了啊，社区边上呢就是六耒塘这条河流。河边的绿化不错啊，看到有不少的这些街坊呢，在
河边的小亭子里闲坐，有些呢撑着钓鱼竿在河边手竿带鱼，而我呢就在河边的这条应该是行人的步道上缓缓地骑一骑。前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亭子，今天没什么人以前来过这边，很多人在这边呢聊天社交。看看这边的河道纵横到处都是。看来进入无人区了，只有一些小鸟在这边悠闲的散步好，我们就是随意的到河边来逛逛而已。看到对面的牌子写着呢，这条河又有一个名字叫北横津。北横津呢，应该就是沿着新的沪闽公路一直由南到北去的一条还算蛮宽敞的河流，一直呢会汇入到店浦河。因为我曾经在北横津的北面那段骑过，和那个店浦河呢相连。对面一片房子呢是看着它建起来的，它就在砖桥的边上5号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两个编组从眼前驶过。把一只狗给吓一跳。说到马路呢，就是沪闽公路了过了这条马路呢，就是光华路，这是砖桥的一条老街走过很多回的。
现在呢，我骑过富民公路啊，走一走光华路。光华路呢是这边的一条创意或者说青年人创业的街区啊。应该政府还是倾注了很多的力气啊，做了很多的支持性的工作。同时呢，也把这条街啊做了一些美化啊，对得上年轻人的胃口。沿着这条光华街一路向西啊，就可以去到其中村啊，闵行有名的美丽乡村。曾经去骑行过好多次啊，那边还有高尔夫球场，还有国际学校等等吧。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看一看啊。闵行不但有这些创业街区，更有传统的工业基地，同时呢，也有很多美丽的乡村。你看啊，从这些街道的涂鸦、街旁的绿植啊，有一些造型。马路边呢也开了很多适合年轻人创业的小店啊，而更多的呢是利用以前的一些旧仓库、旧厂房等等改造而成的创业或者说创意的园区。另外呢，也有像右侧的这些大楼啊。它是漕合金开发公司牵头的一个叫光华园的创业基地。虽然这些年轻人创业已经跟我这样年龄的人已经是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呢，我还是特别喜欢到这些年轻人活跃的地方啊来走一走，让自己呢也变得年轻一些，尤其自己的心态变得年轻一些啊。左侧的一整排的墙上都是一些涂鸦，但是呢，还是有些创意啊。我觉得还是有些水平。我觉得这种年轻人在这边画上去的涂鸦啊，还是蛮有意思，既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同时呢，也美化环境啊。这跟我们在很多欧美的国家看到那种纯粹就是发泄行为的那种涂鸦是不太一样的。
光华路呢，也就是这一段啊，还保持着双向两车道啊这样的一个窄窄的马路的形态。过了前面的红绿灯呢，就是一条大马路了啊。但是恰恰呢是这条比较窄的马路啊，看上去还是有一些味道啊。转眼呢就已经到了中村路了啊！今天呢，我们就随意的在这边休闲的骑行一下啊。你看这个路边啊，还搞了一个光华世界的绿化带啊。这个绿化带我觉得建的还挺不错，跟整条马路的这些绿化相辅相成。我还没注意到啊，这边是一个大华福利院。那我的理解呢，就是那些低收入的人啊，住的老人院吧。因为这边呢，原本就是乡村啊，农民呢是没有这些社保和医保支持的。据说现在也有了，但是呢，他们的这些退休金和他们的医疗补助啊，非常之少，再加上呢，很多农民他没有正当的职业啊，一旦老了以后呢，就失去了收入，所以为农民呢一定要多建一些养老院、福利院啊。右侧呢是一个驾校啊，现在高考刚刚考完，我就看到有很多驾校啊打出的广告，5天保你考上驾照啊。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水分怎么样啊，但是呢也代表着很多的高考的学子啊，考完以后呢就要面临着上大学、工作以后的一些面向社会方面的考虑，而驾照呢确实是必须的啊。也尽快呢考一个驾照，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现在骑的这条马路呢叫光中路，两边呢都是一些工厂，也就是说呢，我其实现在骑行在新庄工业园区里面。
新庄工业区呢，还是我非常愿意来骑行的一个区域。虽然我们感觉工业区应该比较污染重，或者呢这种嘈杂，其实并非如此。这边这些工业区很多的工厂我看都建得有模有样相信有很多呢是外资企业，而且呢这个之间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的创业园区所以这边出没的人群呢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再加上已经很多年了，这些马路修建得很好，树木呢已经成林，绿化让人感觉非常舒服，所以骑行在新庄工业园区呢，我倒觉得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每天呢就花上这样的1个来小时骑一骑，轻松自在悠闲自得。这样的时间呢一点都不会浪费因为给人带来的一种活力、愉悦所以我觉得有可能通过这个1个来小时的随意的周围的骑行让自己的精神面貌变得更好，心情呢比较愉快，然后每天呢做其他事情的效率就会变得更高。我呢坚持这样的观点生命在于运动，越老越要运动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不是跟人家比速度、比距离、拼耐力还是要见好就收。所以我今天呢就是随意的骑行一番就准备回家去了。再一次骑过富民公路，现在顺着贵都路向都市路方向骑行。
再一次回到都市路上啊。好了，今天呢就是这么一圈休闲的骑行啊，在家门口附近，好过不运动啊。希望呢大家都有运动的一天。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